大家下午好，今天是5月26号。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一个视频，我们先来聊一聊外汇市场的欧元对美元，这也是咱们社群约稿的一个品种。整体走势来看，后期向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当前从月线来看，虽然在底部突破了最后一个盘整区间的高点，但是目前向上整体的结构还不完整我个人认为，从相对的低点，也就是2022年9月初的低点0.95363来看，当前只是运行到这一次反弹浪当中的 A 浪第一波的 A 浪还没有结束。那下来我们就从波浪的角度以及形态的角度，具体来看一看这一次欧元向上反弹的空间有多大，它后期可能潜在的运行的这个形态或者结构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从上市的时间它比较远1986年至今，这也是将近40年时间了。在这当中是走出了两波牛市第一次是1986年走到了1992年，用16年；第二次是从2000年一直走到了2008年用18年。同样，在两次牛市结束之后，也出现了两波熊市。那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最近10年的这一波熊市，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走势？最近的这波熊市始于2008年的7月初，高点是 1.6038， 最低点是出现在22年的9月初，低点是 0.9536。 整体走势我们看一下，1、2、3、4、5是一个推动形态的一个5波，这是第一种划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划分 W、X、Y、X、Z。 看，如果就存在两种可能预期，一种是下跌的5浪结构，另外一种就是调整浪最少见的3重3浪，也是最复杂的一种。那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整体回撤的一个幅度，前期的回撤幅度是比较深的跌破了 0.764 这个关键支撑，但是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再次收复了这里，那只能说明前期的跌破只是一个假突破或者假跌破这样一个形态。那从月线上来看，前期的整体下跌走势它是已经结束了不管它是推动浪也好还是调整浪，肯定是已经结束了。那既然结束，后期面临向上的无非就是两种，反弹或者反转，无论是哪一种幅度都不会小，最保守的按反弹看，它的幅度也不会是仅仅这么一点。那我们继续拉出黄金分割，那可以看到，如果把前面认为是一个推动5波，那这里大概率会出现一个 A、B、C 的反弹走势，衔接上之前的这个蓝色段下跌5浪之后会有一个红色段的 A、B、C。 那从这张图示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第一波的 A 浪都没走完， A、B、C， 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如果认为前面是一个所谓的3重3浪W、X、Y、X、Z， 也就是黑色段的那一波走势那这里向后期向上的幅度更是不可限量更是不可限量，完全可以参考这个2000年10月份一直到2008年5月份的这一波走势。所以后期向上整体的幅度，我们主要还是看这次往上的一个突击力度。当然我们先按照最保守的方式看，认为现在处在一个 A 浪当中。好，那下来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这个 A 浪走势，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周线图从 0.9536 开始向上，第一次的上涨，它其实内部来说它是走了一个5波结构，就是5浪推动，1、2、3、4、5，结束之后呢，向下又产生了一个3波的调整 A、B、C。 或者我们切换到天图再具体看一下，可以看到天图这一部分走势走出了一个强势调整形态因为它的 B 创新高了。同理，在它这一块的4浪调整里面， B 依然创出一个新高，这在常规的行情里面是允许出现的，那也就出现了1、2、3、4、5。
然后这边紧接着调整向下，出现了一个 A、B、C 的调整。那下来我们具体看这次从25年1月份开始的向上的一个走势，这当中1向下调整的2，中途沿3浪当中出现了一个子浪的1、2、3、4、5， 2、3、4、5。等这个子浪的3走完之后呢，紧接着是一个4，那么后期大概率会创新高啊，走出最后一个5。从目前这个第一波上涨的5浪和第二波上涨的5浪的幅度对比啊，明显感觉第二次的推动浪力度和第一次的相当，并不像之前所说的3浪的幅度是远远大于1浪，会形成 1.618 倍或者2倍或者是 2.382 倍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因为当前来看，第二次的上涨有可能这个5浪经过10天半个月的运行就会结束这一次的上涨。所以从我个人的理解，或者我们再切换到月线图，我们再来看此次的这个向上的运行，可能仅仅就是还是按照第一种预期的概率最大，就是说这里出现的目前运行的还只是 A 浪啊，只是 A 浪。具体来说就是运行到 A 浪当中的 A 浪 C-5 当中。刚才也说了，这里是 A 浪 A， 跌下来一个 A 浪 B， 现在是在 A 浪 C 当中啊，这个 A 浪 C 的也是分为5波。那么整体走势我们刚看了一下，大概率是一个锯齿形，对吧？那就是5、3、5，这里就是 A-3-5。那后期整体向上的反弹空间，那我们就会看到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这是一个关键的压制位啊，关键的压制位 1.2025。同时呢，此处还有一条趋势线的压制，我们看到黄金分割和趋势线的压制在此处形成了重叠，那就说明这一线的压力目标啊是非常非常强的。因此我首选这一块的反弹，首选看作是一个 A 浪啊，3波的 A 浪。A 浪结束之后，如果无法向上突破 1.2025 实质性突破，那它就发展不成主升3浪啊，发展不成主升3浪，因为主升3浪和1浪的幅度对比的话，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差别。比如它会直接反弹到618啊，甚至于高于618的位置才会停住。所以我们首选 A 浪。A 浪结束之后，我们这里会看一个3波的回撤 B 浪。3波的回撤 B 浪完成之后，有可能在相对的底部，它会形成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啊，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后期等这个 B 浪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再一次启动一个新一轮的一个3波啊，3波 C 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周线图来看啊，实质性突破了 1.2025，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改变思路，继续跟进多头，因为行情的发展从之前的看反弹已经转变为看反转。那之前的上涨，此处这个位置，我们就会重新定义为1浪。此处的回撤，我们会认为它是2浪。涨到 0.618 或者是更高的位置，我们会认为这是3浪啊。当然后期还有一个4浪，还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第5浪。所以从目前的走势，无论是第一种的认为是反弹 A 浪也好，还是第二种的上涨3浪也好，其实从目前点位 1.1416 来看，涨到 1.2025， 那么大致还有600点的一个空间，600点的空间。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留言。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涉及的品种是黄金、金银油、美股、港股、数字货币以及期货，国内国际都包含。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第一支关于这个欧元整体波浪结构形态的一个中长期分析。好，今天下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